李长寿叹道：哎，对道友而言，多情好过滥情，专情好过多情。道友最怕的就是陛下多想，那你为何又要画蛇添足，给自己来这一刀呢？这……东木公起身来回踱步，面露难色。贫道当时所念，是人多了稳妥，稳不是这般稳的。道友啊，此事还可以补救，但是这次是我最后一次。为道友在此事上出这般的主意，你我也不宜私下相见，道友可明白？自然明白。东木公做了个道揖，李长寿起身还礼。当下李长寿只能够简单替东木公规划了一下后面的形势，无非就是树立起专情的人设，最好再给夫人求一个封号，编造一些浪漫的小故事在天庭流传开来。原本只对修道和辅佐玉帝陛下上心的东木公，此刻拼命地吸纳着李长寿这个军师的知识，渐渐的东木公就有了一点开了窍的味道。说到后面，李长寿说一，东木公竟然还能反三，大概这就是身为某纯阳散仙前世的天赋吧。哎呀，倒是忘记打听一下，东木公此时娶妻为何人？草屋中，李长寿撩起道袍前摆，从蒲团上站了起来，稍微伸了一个懒腰，随后便继续此前行程，朝隔壁师傅的草屋而去。情之一字牵扯出多少因果，堂堂东木公，天庭的十全大仙，已经积攒了不知多少功德，还是圣人指派，如今却因为这个情字而惴惴不安。当然了，东木公大部分的不安都来源于自身权柄太重了，而自己师父因为一个情字没了成仙之机，如今更是郁郁寡欢，在草屋中闭门不出，意志消沉。师父怎么又睡过去了？李长寿自行解开阵法，清了清嗓子，对着屋内喊道：师父，弟子有要事想与师父相商。哦。齐元很快就拉开了木门，虽然精神饱满，但是表情和目光依然有些消沉。进来吧，有什么要事？师父可知那三教源流大会？李长寿笑着问了句，齐元总算是露出了几分微笑。此前灵娥已经报过门内大比的喜讯，两位徒弟如此争气，他做师父的他心底高兴。自然齐元也猜到了，小徒弟所谓的连升6级应该是暴露了修为。这个大会为师自然知道，莫非是有长老举荐让灵娥也去参加了？灵娥为何要过去？李长寿解释：师父，那三教源流大会去了毫无好处，来回云路劳顿，一个不小心还容易惹出是非因果，当真不是好事。齐元皱眉：徒儿，你哪里都好，就是这般总是只看着咱们小琼峰这巴掌大的地儿，这是去给咱们门内争光，为渡仙门道成天才，能去随门内高人参加，那是莫大的殊荣，怎么能提什么好处？这……李长寿心想，反正若是有门内长老举荐灵娥，我到时候就托病，顺便让灵娥留下来照顾就是了。其实这一次大会离这还远，此时还没有明确的时间，大概也还要30-50年之后。师父，咱们先不说这个，弟子今日有事相求。李长寿眼见师父就要开始念叨，连忙转移话题，与师父解释了一番，嘀嘀咕咕，如此这般。半个时辰后，草屋的门打开，2道身影迈步而出。看左侧之人，身形普通的修长，面容普通的帅气，长发普通的飘逸，
这普普通通的人自然就是李长寿本寿。右侧之人略矮一些的身形，中年面容，目光略微有些颓然，眉头也有些化不开的皱痕。齐元老道恢复成了中年时的模样，换上了一身浅蓝色长袍，看起来也是有4-5分的精神。李长寿的普通其实是有5分法诀的伪装，齐元老道的普通却是刻在了骨髓之中。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，道了句拜托师父。齐元老道的不对，此时已经是齐元道长了。齐元道长勉强一笑，驾云径直朝着山门而去，却办徒弟交代给自己的一件小事。师父的心底也在回想着刚才李长寿所言。师父，此前弟子用您的面容和九巫师伯在外除妖，这很有可能会埋下一些隐患，所以师父您外出不能用平日里的真容，不如师父您恢复成中年时的模样，再将这个遮掩师父您气息的香囊随身携带，如此便可无忧。齐元也没多想，习惯性地按照弟子所说的办，驾云飞出山门，朝着最近的防镇临海镇而去。李长寿的心底轻笑了一声，哼，搞这种事自然是不能在门内，那样容易惹出一些乱子来。李长寿先传声叮嘱灵娥一声，若有外客让他先应付一下，随后便躲回了丹房地下的密室中，心神分散在3只指道人的身上。一只指道人携带纸人兵团在地下追踪自己师父，师父外出防卫工作还是要做的。一只指道人盯着万凌云长老那边，李长寿总觉得万凌云长老这一次出去可能要受一些波折。另一只指道人自然就躲在师父衣袖中的香囊内，在那儿抱着2颗丹药，等待着登场时刻。师父驾云，好慢。3天后，齐元道长慢慢悠悠落在了临海镇的北城门，排队入城。指道人兵团停留在逆五行大阵之外，此时师父身上还有人字指道人在，指道人兵团也就是做个接应。师父刚入城中，李长寿就开始暗中物色能够鼓励到自家师父的人选。他并不是想让师父去招惹新的姻缘，只是单纯的想让师父知道，你依然魅力十足，而且很容易得到女恋气势的好感。很快李长寿就发现反查丹被触发了，立刻寻找到那一抹灵物所在之地。怎么是个老道？李长寿摇摇头，任由那一缕灵物散掉，借着指道人继续陪师父向前逛。丹药效果也是有限的，不能够轻易浪费。齐元道长倒是没有多想，径直朝着灵草灵药摆摊的那条街而去。师父走了大概30丈，总算李长寿发现了第一个用仙石探查自己师父的，看起来24、25岁芳华的女元仙。就你了，大姐。香囊中，那只指道人用薄薄的小指手打开了灵丹心火烧的禁制。齐元道长走了不过15步。这位道友可否留步？齐元道长扭头看去，对喊住自己的女元仙皱了一下眉头，拱手道：这位道友不知有何贵干？女元仙面色羞红，拿了一只手帕捂着自己的脸蛋，低声道：你可否与我找一僻静之地？我有些话想对你言说。齐元明显愣了一下，心底厉声警惕。我与道友没什么好说的。言罢，他迈着步伐向着前方快步而去。道友。那女元仙追了2步，心神一个恍惚，却是从刚才的情形中挣脱出来。他心底暗道奇怪，又看到心底那些画面，连忙掩面而走。刚才李长寿只是展露了心火烧一瞬，就将这个灵丹封禁了起来。
齐元刚走几步，又见旁侧传来温柔的细语问候声。这位道友。齐元扭头看去，却见一位抱着长剑英武女练气士正对着自己抱拳行礼。此人还柔声道：可否与我去不远处茶楼坐坐？这个我还有要事在身，家里的徒弟重伤啊，需要草药，抱歉啊。齐元做了个道揖，快步前行，心底却是泛起了狐疑。我这般长相，此时这种颓然而忧郁的气质，这么受欢迎吗？啊！然而2次拒绝女练气士的邀请，已经引来了不少人关注。接下来这短短100丈的街路，一道又一道的倩影从侧旁、从前路、从后路而来。道长，您从哪里来？要往哪里去？道友为何不敢睁眼看我？齐元老道彻底懵了，只能不断的回绝，到后面基本上是遮掩起面容，闷头朝着前方前行。哎呦，这方阵是怎么了？很久没出来逛过，东胜神州的风气都这么开明了？暗中，李长寿寄托心神的那只指道人也是泪擦了一把汗。嘿，道友！突然听到一声粗犷的招呼声，齐元身前突然多了一尊铁塔。齐元抬头看去，眼前竟然是一位丈高的女子，似乎是修肉身之人，那胳膊比他腰都要粗啊，此时却是用铜铃大的双眼瞪着自己。明人不说暗话，俺稀罕你，跟俺回洞府做道侣吧。齐元眉头一皱，忙道：道友，您是不是找错人了？李长寿也是眉头一皱，没烧这位女道友啊。李长寿的心神落在香囊中的指道人身上，嘴角突然抽搐了几下，却见指道人手中的灵丹心火烧此刻竟然碎掉了。这什么情况啊？前一瞬还是完好的，难道是开启关闭禁制太多次了，这丹药的药性还不稳，直接碎了？哎呀，丹药碎了会有什么后果？一般来说好像是药性稍微的爆发一波。李长寿的仙识扩散开，瞬间面色微变。师父快走，将香囊收入储物法宝。秦元老道愣了一下，旋即反应过来，忙将袖中的香囊收到储物法宝中。而此时就听方圆100丈之内传来一声声娇滴滴的呼喊声，数10道身影齐齐看向齐元。道长，道友！街角有一个一脸正气的老道，突然在袖中拿出了一方手帕。这位道友，你介不介意同我修做个道侣，单纯修行的那种？齐元双腿一颤，你们不要过来啊！地面突然传来了一阵阵闷声声响，就听有人大喊一声：各位道友小心，灵兽界的灵兽暴动了！哎呀，人嘛，总要经历一些修道生活的鞭挞，才能够自立于天地间，才能与日月争辉啊，求得长生苟安。修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的，所以我们呢，要尽力的避免因果，躲避因果。而且这天地间总是有一些劫难在酝酿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实力，并且提前经历一些磨难，才能在磨难之中好好的生存。这就是师兄你被师父吊起来打了2个时辰的原因吗？
李长寿的木屋中，灵娥禁不住一阵哭笑不得，皱眉看着草床上趴着的自家师兄。刚刚师兄被打之惨烈，实乃灵娥入山之后所见第二。师父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好久没发这么大的火了。师兄，你到底做了什么呀？那不重要。李长寿的嘴角轻轻抽搐了一下，虽然过程出了一点意外，但师父现在的精神应当振作起来了。灵娥轻轻眨眼，略微有些不明白。本来李长寿是想让师父去房镇逛一逛，然后安排1-2个修为较低的女练气士主动搭讪师父，从而让师父恢复一些自信。这样呢，也惹不来什么因果，只是说说话，有他控制心火烧的药性，不会真的让双方互生好感。这万万不曾想到的是，人去了，扇来了，丹碎了。虽然只是短暂的片刻，但一群混杂了奇怪东西的女练气士朝着师父蜂拥而来的情形，当真是让人记忆犹新且印象深刻呀。让李长寿也有些意外的是那群突然暴动的灵兽。当时若非李长寿反应及时，直接趁乱用人字指导人带着师父冲出房镇，而后靠土遁迅速逃脱，说不定就会被留下承担房镇的损失。他们小琼峰可真的承受不起。不过这一次试验偶然发现，心火烧对于灵兽妖兽似乎有出乎意料的效果。这一次的教训，李长寿决定将心火烧暂时封存起来，也作为底牌之一，稍后看情况使用。果然搞了反查单之后就该及时收手。不过李长寿最初的构想是今后在斗法时凭心火烧扰乱对方心境，从而达到克敌制胜的效果。帮师傅的这一次尝试也是对药性药效的实战评估。